大众总是被教导要好好存钱，认为把钱放在银行最安全，这是社会最普遍的常识。但你可能没发现一个反直觉现象，穷人拼命把钱塞进银行，最后反而变得越来越穷，富人却每天想尽办法借钱，生活品质却越来越好。这不是单纯的运气或胆量，背后隐藏极度冰冷的数学逻辑。我们今天就来拨开这层迷雾，看看金钱世界真实的运作骨架。这是一场能量转换的赛局，多数人只看见表面的数字增减，却没察觉底层结构早已经改变。我们必须先拆解银行的商业模式。银行本身不生产任何实体产品，它就像一个巨大水库的调节阀，汇集来自四面八方的小水滴，用极低的利息吸引平民把钱存入，再用高出几倍的利息贷出去，借给需要扩张的企业或投资客。这中间产生了庞大的利差。当你每天省吃俭用存下几千块，你其实在提供最廉价的燃料，推动这个巨大的金融机器运转。富人拿你存进银行的钱购买资产，再把这些资产租回给你使用，或是开公司聘请你来上班。你努力省下的每一分钱，不知不觉成了别人跨越阶级的垫脚石。更可怕的是，通膨这个无形怪兽，它每天都在吞噬现金的购买力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难以察觉。回想10年前一个便当多少钱，那时候只要铜板价就能吃饱，现在随便买都要破100元，而且分量可能还严重缩水。但绝大多数人的薪水根本没涨，这代表你手上的现金正在快速缩水。以前存下的100万放到现在，实际价值可能剩不到一半。这背后的核心变数是什么？自从货币托离金本位制度后，印钞机就从来没有停止运转，钞票变多自然就不值钱，这是一场不可逆的物理现象。当货币供给量无上限扩张，资金泛滥导致实体资产价格暴涨，股票与房地产价格水涨船高，你存在银行的冷冰冰数字却没变，这等同对老实存钱的人抽重税。富人非常明白这个残酷现实，持有大量现金是极高风险的行为，这无疑是一场缓慢的财务自杀。他们必须尽快把现金换成优质资产，才能抵御这场无形的掠夺。但光靠自己存钱速度太慢了，资源积累无法追上或必贬值，所以他们学会向银行借钱。如果你也偏好这种拨开迷雾、深入本质的分析，帮我点个赞并按下订阅。我们往下推演更深层的机制，进入这个领域最底层的核心要素，把金融游戏拆解到最小单位。你会发现债务其实分2种，一种是把你口袋的钱掏空的坏债，一种是把钱放进你口袋的好债。穷人通常背负的全是坏债，比如利率极高的信用卡循环利息，或是分期付款买名牌包，甚至为了面子贷款买名车。这些消费型贷款不会带来现金流入，反而每个月逼你从薪水扣钱，这就像身上破了一个无底洞。满足短暂欲望的代价是长期贫困。但富人借的钱通常是好债，也就是去购买能抵抗通膨的核心资产。过去大家常听说买房收租能赚利差，这在过去低利时代确实有效。但如果我们摊开台湾目前的真实数据，一般住宅的租金回报率大约2%，而目前的房贷利率早已经突破2%，扣除税费与维护成本后，单纯靠收租其实是倒贴的。既然没有利差可赚，为什么富人还是拼命贷款买房，或是借钱投资大盘指数基金？因为他们看穿了另一个底层变数，也就是资本膨胀的速度。通膨不仅会吃掉你的存款，也同样会吃掉你的债务。假设你向银行借了1000万，30年后你依然只需还1000万本金，但30年后的1000万和现在的1000万购买力完全不同，伴随每年持续复利侵蚀价值。30年后的1000万可能剩几百万，这中间蒸发的购买力去了哪里？通膨无形中帮你还掉一大半真实债务。只要你买下的资产能保值增值，就算每个月租金只能打平利息，你依然在利用通膨帮你洗劫债务。长期下来资产翻倍的资本利得才是富人真正锁定的目标。另外，在多数税法体制下，借来的钱完全不需要缴税，你付出的劳力要被政府抽走重税，但利用负债获取的现金流不用，这名义上是必须归还的债务，不算是实质的应税收入。这就是为何许多富豪平常不领薪水，需要现金维持生活或投资时，就把名下公司股票抵押给银行借钱，这笔借出来的现金不用缴1毛税。他们利用规则达到合法避税最高境界。既然借钱投资有这么多隐藏优势，为何学校老师从来不教这些知识？因为现在的教育体系建立在工业革命，当初的目标是批量生产听话的劳工，劳工被训练成安分守己的存钱机器，如同齿轮般维持巨大机器的运转，社会才能安定运转，企业与银行才能拥有廉价资金。如果每个人都懂得利用金融杠杆，谁还要去工厂或办公室天天加班？穷人思维是维持底层运作的产物。当你看懂这套财富的真实法则，你的人生就不能再
继续装睡。当然，借钱投资绝对充满巨大风险，杠杆就像是一种能量放大器，它可以放大你的获利，也同样会加速你的毁灭。普通人没有深入研究就盲目跟风，这就像没有防护设备就去攀岩。当总体经济撞上利率上升的周期，资金成本一旦越过危险临界点，很容易陷入追高杀跌的惨剧，最后落得倾家荡产的下场。信用才是你在现代社会最大的资产。普通上班族该如何应用这个思维？这是一场需要精密计算的战役。首先必须立刻停止制造任何坏债，把手中利率极高的消费型贷款清偿。第二步是建立个人完美信用评分，合理申办并每个月全额缴清账单，不碰任何1毛钱的循环利息，累积信用分数才能拿到最低贷款利率。第三步是珍惜目前稳定的工作，在拥有庞大被动收入之前，稳定的薪水是你最好的武器。银行最喜欢借钱给有固定收入的人，持续提升主动收入是扩大杠杆的基石，这能确保你的资金链路不会断裂。最后一步是大胆寻找优质资产，只要资产的长期复合成长率能稳定超过你支付的利息成本，你就是在实践颠覆三观的富人思维，这才是真正实现财务跃迁的路径。理财绝非只是枯燥的数学计算，它更是打破人性恐惧的一门心理学，像跨越阶级与贫富差距的鸿沟，需要转变底层的财富认知，把闲置资金唤醒，成为最忠诚的士兵，为你开辟财务自由的广阔领土。这是一场终身的思维升级挑战。你目前最想清偿的坏债是什么？或是你准备购入什么样的优质资产？欢迎在底下留言理性交流。想看透市场喧嚣背后的真实赛局与事物运作的底层法则，现在就按下赞与订阅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见。我是点点思维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